8月正值夏末初秋，气候闷热多变，此时养生尤为关键。很多人一到夏天就狂吃冰凉的西瓜、香甜的芒果来消暑。但您知道吗？如果体质较弱或者是中老年人吃错了水果，反而可能伤身。冰镇西瓜性寒，吃多了容易导致脾胃虚寒；芒果糖分高又偏湿热，可能让人上火或者引起血糖波动，不仅无法养生，还可能加重不适。那么8月究竟该吃什么水果来养生进补呢？其实8月是全年中补养身体的黄金期，经过漫长夏季的消耗，此时人体正处于恢复调整阶段。如果能抓住机会补气养血，稳定血压，清理血管，将对全年健康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尤其是气血不足、血压不稳、血管问题多发的中老年朋友，8月的饮食调理更是至关重要，可以为秋冬的健康打下好基础。俗话说不时不食，养生最重要的就是顺应时节。现代科技让我们1年4季都能买到各种水果，但反季节水果往往营养和风味都较逊色，价格也昂贵。不如趁着当季多吃一些自然成熟的时令鲜果。接下来就为您揭晓5种8月当季的水果补药。首先登场的是桃子。俗话说桃养人，这句老话道出了桃子的养生价值。相传王母娘娘蟠桃园中的仙桃3000年才结果一次，凡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。自古以来，桃子就被视为长寿健康的象征，人们过寿辰时爱用象征仙桃的寿桃来祝福长命百岁。当然，咱们日常吃的普通桃子没那么神奇。不过每年夏秋之交，桃园里红润诱人的桃子挂满枝头，细细的绒毛上沾着阳光，散发阵阵清香，令人垂涎欲滴。除了美味，桃子的补益气血效果也不容小觑。桃子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其中最突出的要素铁元素。桃子的含铁量居常见水果之首，铁是人体造血的主要原料。对于面色苍白、手脚冰凉的气血两虚者来说，吃桃子有助于补血养颜，让气色红润。桃子里的维生素 C 还能促进铁的吸收，帮助我们更好的造血，让补血效果加倍。桃肉橙黄色泽来自贝塔胡萝卜素，这种抗氧化物质对皮肤和视力都有益处。除了补血，桃子中的钾元素含量也很高，钾有助于调节血压。夏天出汗多，体内钾随汗水流失，可能引起疲乏无力和血压波动。吃上几口鲜嫩多汁的水蜜桃，正好补充钾离子，有助稳定血压。桃子甜中带酸，所含的有机酸能刺激消化液分泌，帮助增进食欲。许多老年人肠胃功能较弱，桃子里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果胶能温和地促进肠道蠕动，改善便秘。传统上，不少人感冒或生病后会吃黄桃罐头来补充营养，增加食欲。正是因为桃子能让人恢复元气，但要注意罐头含糖较多，不宜多吃，还是新鲜桃子营养最佳。难怪常言道，桃养人，经常吃桃子的人气血充足，脸色红润，整个人都显得精神饱满。想要充分获得桃子的营养，建议选择成熟的新鲜桃子直接食用，最好连皮一起吃，因为桃皮中也富含抗氧化物质，但记得将表面的绒毛清洗干净。此外，将桃子切块拌入酸奶，或者和银耳、红枣一起煮甜汤，也是不错的养生吃法，能增强补血润燥的功效。不过也要提醒，桃子性温且含糖较高，容易上火或血糖偏高的人不宜一次吃太多，再好的水果也要适量为宜。总而言之，香甜多汁的桃子不仅满足口腹之欲，更能帮助我们补充气血，增强体质，是8月里不可错过的养生佳果。接下来隆重介绍的是椰子水。炎炎夏日，试想置身海边椰林，手捧一颗冰镇的椰青，喝上一口清凉甘甜的椰子水，真是通体舒畅。难怪椰子树在热带地区被称为生命之树，一颗椰子从壳到肉到汁都能派上用场，是当地人的宝贝。椰子水其实就是尚未完全成熟的嫩椰子中的液体，被称为天然运动饮料。它富含电解质，其中钾、镁、钙等矿物质含量尤其高。一杯椰子水所含的钾甚至不亚于一根香蕉。
钾是维持心脏功能和血压稳定的重要元素。对于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适量喝点椰子水有助排出体内过多的钠，从而达到降低血压的效果。难怪有些医生夏天也爱喝椰子水来补水降压，这可是真正天然又安全的稳压神器。喝椰子水以青椰、嫩椰子，最适宜将整颗青椰冷藏后钻孔插入吸管，即可直接享用清甜椰汁。如果嫌味道不够甘甜，可以滴入几滴柠檬汁调味，更添清新。椰子水不仅能解渴补水，还能补充能量，增强体力。它含有适量的天然糖分和氨基酸，喝下去能迅速给身体充电，缓解疲劳。在中医看来，椰子水味甘性平，具有生津止渴、清热利尿的作用。夏末天气依然炎热，如果出现中暑倦怠、口干舌燥，不妨来一杯椰子水，既能清热解暑，又补充流失的津液，让人迅速恢复精神。此外，椰子水几乎不含脂肪，热量很低，比起含糖饮料更加健康。有人可能会问，直接吃椰肉行不行？椰子肉富含油脂，含有宝贵的月桂酸，有益提高免疫力，但同时热量较高，一次不要吃太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二战期间，在战地条件下，医护人员曾经用无菌的椰子水代替生理盐水给伤兵输液，可见椰子水的纯净和神奇。经过一夏天的酷热考验，这时候喝点椰子水既能补充电解质，又不会加重肠胃负担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但需要注意，由于椰子水含钾量高，肾功能不全的人应慎饮，以免体内钾离子过多。整体来说，清凉爽口的椰子水让我们在夏日里既解渴消暑，又补充营养，稳定血压，堪称天然的养生圣品。然后要推荐的水果是葡萄。夏末的葡萄园里，硕大的葡萄串在绿叶间垂坠，阳光透过饱满的果实，宛如紫色和绿色的宝石在枝头闪耀。紫红色的葡萄一串串挂满枝头，晶莹饱满，光看着就令人食指大动。自古以来，葡萄就是滋补佳品。本草纲目记载，葡萄补气血，强筋骨，通经脉，益肝肾，对久病体虚、气血不足者特别有益。相传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，将葡萄带回中原，此后宫廷贵族们将葡萄酿酒当作延年养生的珍品。现代营养学分析，葡萄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和果糖，容易被人体吸收，能迅速补充体力，让人精力充沛。所谓补气，说的就是这种快速恢复元气的作用。而葡萄干中铁和糖分含量更高，适当食用也有助于改善贫血体质。更令人称道的是，葡萄还是名副其实的血管清道夫，特别是深色葡萄的果皮中富含白藜芦醇和花青素等抗氧化成分。白藜芦醇能维持血管弹性，减少血液粘稠，阻止血栓形成。花青素则可以清除自由基，减轻血管炎症，预防动脉硬化。法国人爱喝红酒，而心脏病发病率较低，这就是著名的法国悖论。其实红酒中对心血管有益的奥秘，正是来源于葡萄的这些成分。一位心内科医生朋友曾打趣说，他每天坚持吃一大把葡萄或喝一小杯自酿葡萄酒，因为作为医生的他比谁都清楚葡萄对心脏血管的好处。经常连皮带肉吃葡萄，有助于软化血管，降低坏胆固醇，对于高血压、冠心病等心血管问题能起到一定的预防保健作用。中国有句绕口令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听着好玩，从营养角度看还真有道理。葡萄最好连皮一起吃，才能充分获取营养。此外，葡萄富含钾，也能帮助身体排出过多的钠，这对控制血压同样有益。夏天大量出汗，后来点葡萄，既解馋又补充水分和电解质，美味与健康兼得。吃葡萄时最好细嚼慢咽，连皮带籽一起吃下。葡萄籽中也有对人体有益的营养，不要空腹大量吃葡萄，以免胃酸过多刺激肠胃。葡萄还可以做成果汁、葡萄干甚至葡萄酒，不同吃法各有风味，无论生食还是制成饮品都要注意适量。不过需要提醒，葡萄含糖量较高，糖尿病患者应少吃为妙，以免血糖升高。总之，小小的葡萄凝聚了大大的能量，既能补气养血，又有益心脉。
难怪连医生们都对它青睐有加。再来说说低调却厉害的无花果。据史料记载，早在汉朝，无花果就从西域传入我国，唐代时已在华南广泛种植，是历史悠久的驯化水果之一。无花果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，名字又带个无花，仿佛从不开花就直接结果。然而事实是，无花果其实把花藏在了果实里，属于隐花植物，就像它把花朵悄悄隐藏起来一样。无花果的营养价值也隐藏在不起眼的外表下。8月正是无花果成熟的季节，成熟的无花果表皮由青转紫红或金黄，用手轻轻一捏，软软的，仿佛里面要滴出蜜来。新鲜的无花果剥开薄薄的果皮，露出紫红色的果肉，软糯香甜，还带着一丝清新的花香，真是诱人。无花果有天然肠道清道夫的美誉，它富含可溶性和不溶性膳食纤维，能促进胃肠蠕动，帮助排出体内废物，预防便秘。许多中老年人都有肠道功能减弱的烦恼，饭后来2颗无花果可以助消化，通便顺畅。无花果还含有一种特殊的酵素，能分解蛋白质，减轻肠胃负担。古人很早就发现了无花果的药用价值，《名医别录》等医书记载，无花果可以治五痔、利肠道，对痔疮肠炎有一定疗效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无花果具有出色的抗炎抗菌作用，它所含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可以减轻体内慢性炎症反应。民间常用无花果煮水或煲汤，来达到润肺止咳、消肿解毒的效果，缓解咽喉肿痛和皮肤炎症。在广东地区，民间喜欢用无花果煲汤，例如将无花果干、南北杏和瘦猪肉同炖，可以熬出一道润肺化痰的汤水，非常适合夏末秋初喉咙干痒的人饮用。无花果也可以切片晒干后泡茶或加入粥里，为日常饮食增添香甜之味。对于心血管来说，慢性炎症是动脉硬化的元凶之一，经常吃无花果有助于降低炎症水平，间接保护血管健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佛教传说中，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，而菩提树其实正是一种无花果树，可见无花果类植物自古就被视为智慧和长寿的象征。无花果甜而不腻，滋而不燥，无论直接当水果吃，还是入菜煮汤，都别有一番风味，是夏末初秋养生的极佳食材。不过要注意，无花果性偏凉且含糖也不低，脾胃虚寒或血糖偏高的人不宜多吃，以免适得其反。新鲜无花果不易保存，错过季节就吃不到，新鲜的美味可不要浪费咯。无花果虽貌不惊人，却蕴含着丰富的营养和药用价值，被称为长寿果也毫不为过。趁着当季，多吃点无花果，为您的健康增添一份甜蜜的保障。最后压轴出场的是很多北方朋友可能没听过的隐藏水果——黄皮果。黄皮果可不是黄皮肤的果子，它因外皮呈金黄色而得名，又小又圆，好似一颗颗黄色珍珠。剥开薄薄的果皮，一股清新的果香扑鼻而来，晶莹的果肉酸中带甜，初入口微酸，随后回甘，令人胃口大开。别看个头小，作用可不小。老广们，广东人对黄皮果情有独钟，民间更有家有黄皮不怕暑气的说法，意思是夏天家中备些黄皮果，就不怕暑热难耐。这话可不是吹牛。黄皮果酸甜可口，气味芳香，最擅长的本领就是消暑除烦、化痰止咳。在中医里，黄皮果是一味药食两用的佳果，《本草纲目》对黄皮有记载，称其和胃降气、消痰解暑。古人早已用它治疗呕吐、痰多等症。它的果肉和果皮中富含挥发油和有机酸，能够理气健脾，促进消化，还有化痰止咳的作用。每当盛夏湿热，人们容易觉得胸闷、食欲不振，或者喉咙不适有痰，来几颗黄皮果，酸酸甜甜，正好可以开胃提神，舒缓咽喉不适。广东有些老中医会用黄皮果加蜂蜜制成蜜饯或糖浆，作为消暑润喉的小秘方。黄皮果还富含维生素 C 和黄酮类抗氧化物质，有助于提高免疫力，保护血管弹性。相比之下，很多人熟悉的另一种8月水果龙眼即桂圆，也是滋补佳品，性味甘温，擅长补益心脾。
养血安神。但桂圆属温补，多吃容易上火，而黄皮果走的是清润路线，能化痰解暑。两种水果各有千秋，养生效果并不冲突。黄皮果除了直接鲜食，还常被用来酿酒或制成果醋。在两广地区，不少家庭会把黄皮果和冰糖一起发酵，酿成黄皮果酒，或将黄皮果浸泡醋中制成水果醋。适量饮用自制的黄皮果酒或黄皮醋，有开胃促消化的作用，也是颇受欢迎的养生法。别看黄皮果名气不如那些昂贵补品，但每年夏末这不起眼的小黄果都是大自然给南国人们的实惠礼物。有心的朋友不妨夏天去华南地区尝试一下这独特的果实。难怪连医生都喜欢偷偷吃上几颗，既解馋又保养身体。需要提醒的是，黄皮果虽好，但酸味较强，胃酸过多或有胃溃疡的人不宜空腹大量食用，以免刺激胃壁。如果买不到新鲜的黄皮果，市面上也有黄皮制成的蜜饯干，但因添加糖分较多，吃的时候也要注意适量。总的来说，黄皮果虽其貌不扬，却将清热化痰、健脾开胃等功效集于一身。对于湿热气候中的人们而言，黄皮果堪称夏日里的天然保健零食。以上介绍的5种水果，可谓8月的黄金果对，它们各有绝活，桃子补气养血，让人面色红润、精神足；椰子水清热补液，帮您稳住血压不飙升；葡萄养心护脉，清理血管垃圾，防止血栓；无花果润肠消炎，为身体去除隐患；黄皮果祛湿化痰，让盛夏少些咳嗽不适。与其一味追捧反季的奇异果、蓝莓等洋水果，不如抓住机会享用身边唾手可得的时令鲜果。大自然在最适合的季节为我们提供了最合适的滋养。当季的水果新鲜又便宜，营养和风味都达到巅峰状态，所以趁现在快把这些天然的健康之果安排上吧，为自己的身体加油充电，为即将到来的秋冬打好基础。要知道，错过这一季，再想享受这些美味与功效，可就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了。顺带一提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摄取至少400克，约5份蔬果。充足的水果摄入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风险。选择当季新鲜的水果，不仅风味最佳，营养价值也最高。最后也提醒大家，水果再好也要适量摄取，均衡饮食最重要。如果已患有相关疾病，以上建议只能作为辅助调理，不能替代医嘱哦。